好，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啊，求经过点 P 和点 Q 的双曲线的标准方程。那么我们在学习椭圆的时候，我们就遇到过这种问题，横坐标是负的，纵坐标是正的啊，这样的一个点，横坐标是负的，纵坐标也是负的，这样的一个点。它经过呢这样的两个点的双曲线，可能这是一个分支上经过两个点，有可能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经过的，也有可能呢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，一个分支经过了这样一个点，另一个分支经过了这样一个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交点在哪个轴的双曲线经过的点，那么我们就得做两种情况，既要设出来交点在 x 轴的方程，也要设出来交点在 y 轴的方程。即便我知道了它就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所经过的两个点，那么我们可以实践一下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。你们这两个点就是这个双曲线上的两个点，就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所经过的，我把它们带进来 a 方分之9减去 b 方分之2的4，4七28等于1，另一个是 a 方6六30，6七12，然后减去 b 方分之7七49等于1。我即便不用讨论两种情况，我就算是知道了你是交点在 x 轴上的双曲线经过的两个点，那么当我把两个点的坐标带进来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很不好解？如果我要去分母呢，把它变成 9b 方减去28a 方，它是等于 a 方 b 方的，它平方乘以平方，它已经最高次数变成4次的了，所以它非常的不好解。况且呢，我们并没办法判断出来这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经过的，还是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经过的。我们要解两个这样的方程组，所以它的计算量是非常的大。那么根据椭圆我们的学习经验我已经给大家讲过椭圆的了，这回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双曲线交点在 x 轴，它的标准方程是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等于1，它可以变成 a 方分之1倍的 x 方减去 b 方分之1倍的 y 方等于1的样子。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呢，它是 y 方比 a 方减去 x 方比 b 方等于1，我可以把它变成 a 方分之1倍的 y 方减去 b 方分之1倍的 x 方等于1的样子。变成这个以后大家会看到它是某某倍的 x 方减去某某倍的 y 方，它是某某倍的 y 方减去某某倍的 x 方。12a 是正的这个12a 在前 b 在后，也就是 y 的系数是，你看这是负的 b 方分之1，现在呢它是 a 方分之1， y 的系数是正的了，那么它呢就到这个位置了x 方呢就到这个位置了，所以呢我就可以把它统一的设成不过就是某某倍的 x 方和某某倍的 y 方我们先看前一个好，我们先看后一个后一个好理解，它不过就是某某倍的 x 方减去某某倍的 y 方，它们俩相乘大于0，也就是 a 和 b 是同号的。如果 a 和 b 都是正的，你看 a 和 b 都是正的，那就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呢。如果它们俩都是负的呢，它相当于如果它们俩都是负的，举个具体的例子 ，x 这个是负的 a 等于负的1/3，b 等于负的1/4，
那么 a 倍的 x 方是负的1/3 x 方减去 b 是负的1/4 y 方等于1。那它就变成了 负的 x 方比3加上 y 方比4等于1。所以呢，它就变成了 y 方比4减去 x 方比3等于1。你看，它依然是双曲线，只不过呢，现在是焦点在 y 轴了。它们俩同时都是正的，这个没得说，就是x 方减去y 方。所以我们要设成这种样子，保持连接号是负的，就得要求 a 和 b 是同号的。如果连接号我要给它写成加号，那它就一定不表示双曲线，一定就是椭圆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当连接号是加号的时候，它们俩的极小于0，所以 a 和 b 是一号的。你举个例子就可以了。a 等于1/3，b 等于负的1/3，所以 a 倍的 x 方就是1/3倍的 x 方加上负的1/3倍的 y 方，负号拿到这儿，它是负的1/4y 方，负号拿到这儿，连接号也变成尖的了，它也是双曲线。如果是a 是负的 ，b 是正的。a 是负的，负的1/3乘以 x 方是负的1/3x 方加上 y 方比4等于1，它就变成了 y 方比4减去 x 方比3等于1。那么它表示的就是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。所以如果连接号是加号，它们俩的极小于0，它们俩的一号。如果连接号是减号，它们就得同号，要么都为正，焦点在 x 轴的，要么都为负，调过来，焦点在 y 轴的。好，这个呢千万不要死记硬背，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，一定要理解，举例子。从特殊到一般，我们就理解得更好从实践再到抽象的式子。好了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焦点经过这2个点的双曲线的方程，我还是设成减号的比较好，因为双曲线的连接号是减号，不会给我们造成困扰。所以呢，我就设双曲线的方程为 ax 方减去 by 方等于1的样子。然后既然经过2个点了，2个点的坐标满足方程带到这里边来 x 取负3 9a 减去2的4 4七28 b 等于1。x 6倍6 6 30 6乘以2 72a 减去7七49减去49b 是等于1的。我看能不能约分不能约分，那我就这样的，这是方程1，这是方程2 8 9 72，方程1乘以8减去方程2，得方程1乘以8 8 9 72a 减去28乘以8倍的 b， 然后等于8。下边是72a 减去49b 等于1，它们俩一相减，约掉了。28乘以8 8 8 64 28一46 22 88 64 28一46 22，它减去49，这是5，这是6，这是7 175，所以它减去它负的175b 等于8减1是7， 2七1是4， 5七35，每项都除以7，它除以7 2七1是4 35七35，所以是负的25b 等于1，那么 b 就等于负的25分之1这个数还蛮好的。
带到第一个方程当中，代入1得9a 减去负的25分之1，那就加上25分之28等于1。把它移过去 ，9a 就等于25分之25减去25分之28，是负的25分之3。约掉一个，它变删，它变1。再把删除过去 ，a 就等于负的3位数20的6 75分之1。好 ，a 也被我们找到了 ，b 也被我们找到了。那么双曲线的方程 ，a 是负的75分之1乘以 x 方减去 b 是负的25分之1乘以 y 方等于1。负号拿出来变成加，于是最后的方程是 y 方比上25减去 x 方比上75等于1。原来它是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。好，这是这个知识点，无论焦点在哪个轴，我们要把双曲线的方程统一的设成这个或者这个样子。建议大家掌握这个比较好，使用这个比较好。直接连接号就是加号了，当然你要用熟了，用这个是一样的理解透彻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知识点呢，这节课我就讲完了，下次课再继续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。双曲线这部分呢，大概有13、14个知识点好，下节课再见。